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芳疗家的雪莉。今天和你介绍的是扩香工具比一比。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类似精油的差异比较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更容易挑选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香气。但这些香气要怎么样才能满室生香呢？市面上有五花八门的扩香工具，让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吗？这次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几种扩香工具的不同，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扩香工具。扩香工具的挑选大概可以从4个方向来分，要扩香的空间大小、价格、需要的精油用量以及使用特色。那我们来一一介绍咯。首先，扩香仪是精油专用的扩香工具，也是目前市面上扩香效果最好的扩香工具。适用瓶数8到10瓶，如果是要客厅、办公室扩香，扩香仪才能够扩散足够的香气，达到满室生香的效果。它的精油用量第一次会需要比较多，大概15到20滴，之后依你个人空间以及香气浓淡的需求，一次大概加入5到10滴精油就可以。它的运作会扩香2分钟，休息1分钟，2个小时自动关机，让空气中芳香分子有浓淡变化，不容易产生嗅觉疲劳。扩香仪是直接让精油通过细小管孔被喷洒出来，所以它的扩散范围是最广的。因为它的扩香效果好，往往半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有足够的香气，那我们就可以先关掉机器。所以平均下来，其实它的精油用量也还好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。因为没有让精油遇水或遇热，它有着最贴近直接闻精油瓶气味的空间扩香。另外，因为它有分段扩香的设计，不会一次就把精油扩散出来，特别适合喜欢柑橘类气味的使用者，它会让整个扩香时间都有满满的新鲜柑橘味。再来，插电加热式的恒温扩香石是基于酒精灯、蜡烛这样明火加热扩香的安全改良版。适用的瓶数建议在4瓶以下，大概是一个套房放一张双人床跟大衣柜，还有一点空间可以走动的大小。再大的空间，只有扩香石在的角落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。它一次需要大概5-6滴精油，这个用量其实没有硬性的规定，可以依你个人气味浓淡需求去增减使用。它是使用定温的陶瓷晶片，一整天没有关也不会有过热燃烧的危险。持续使用1周不关机，耗电量大概1度电，2块钱不到。因为精油它滴在盘面上会同时预热挥发出来，所以各种精油本身的挥发性决定了气味的延续度。特色是比较容易感受到香气层次前中后调，但使用易挥发性的柑橘类气味会比较吃亏。一开始气味很明显，但可能半个小时后就会觉得没味道了，这时候我们再补滴精油下去就可以。不过像岩兰草、安息香、檀香这些比较不容易挥发的粘稠精油，就很适合使用加热式扩香石，它的香气可以持续一整天。还有一种扩香工具，大家在百货专柜应该很常见，就是水氧机。它算是从加湿器改良过来的扩香工具，适用瓶数4到5瓶，也是差不多一个大套房的大小。一次需要的精油量跟水量有关系，大部分来说100毫升的水大概需要4-5滴精油，那实际上的用量请大家还是参考各厂商本身的使用说明书。水氧机它是让精油跟水一起打散变成烟雾喷出来，大多也跟扩香仪一样有分段运作和定时断电的设计。水氧机最大的特色大概在于它有着烟雾缭绕这样独特的视觉效果，不过它精油扩香出来也会有点水汽感，像是水彩画雾雾的感觉。以台湾的环境来说，在有中央空调或是开暖气的时候，这样比较干燥的空间使用会觉得比较舒服。这也难怪它常会出现在百货公司这样常态开空调的地方。这边提供一个水氧机彩蛋的使用方式，由于水氧机本身它就要加水使用，我们可以把有微量植物芳香分子的纯露取代没有味道的水来扩香。
像是玫瑰、橙花、菩提、香蜂草、绿茶等等这些精油比较不好取得或是精油单价比较高的植物，我们就可以用它们的纯露改加到水养机里面，增添整个配方的香气丰富度。另外，在超市也可以看到一种扩香工具，就是扩香烛。市售的扩香烛通常是用人工香精啦，不过我们如果自制的话，可以改用精油，但它的扩散效果就比较差。以精油来做扩香烛的话，它只适用衣柜或是一个马桶的小洗手间这样子，大概1平空间的大小，或者放在桌上给自己闻味道。如果是精油搭配酒精，总共30毫升的大小，它会需要15毫升的精油，大概300滴，其实用量非常凶。或者你可以去专门的化工行购买无香味的扩香基剂，30毫升也会需要3毫升，大概60滴的精油。跟上述的扩香工具相比，它的精油用量讲起来其实是最大的，但它的扩香效果却可能是最优微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扩香烛这种自然挥发的方式，它并没有热度或是喷洒的动力，帮助精油在消散之前就扩散出去，所以它只能够用在小空间或者近距离，香气是悠悠的飘散出来，有种不经意的香气感。但因为它可以搭配很多不同款式的扩香瓶、扩香烛、扩香花来装饰空间，所以还是很受到欢迎。如果你手边有很多精油，不知道该怎么用或是用不完，这种时候这样大量消耗的方式就可以试试看。还有一种跟扩香烛类似的是直接把精油滴上去的造型石膏或木头，它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款式，赏心悦目，但同样因为没有热度、喷洒的助力，所以只能用在小空间。最常见的是用在车内扩香，放在冷气出风口，帮助香气扩散。通常是用在车室这样狭小的密闭空间，这样的话一次2-3滴就够了。今天介绍了4种常见的扩香工具，这边整理出来各种工具适用的扩香空间大小、参考价格、精油用量以及它们使用上的特色。每种扩香工具呈现出来的香气表现，如果用不同的画面感来比喻，扩香仪像是清楚的高解析度照片，加热式的恒温扩香使它像是色彩强烈、线条活跃的油画，水养机则是带有水汽晕染开来的水彩画。扩香烛这样的自然挥发，大概像是温和朴素的色铅笔画。不同的画面呈现各有特色，适合不同的空间大小以及香气需求。希望这样的介绍能帮助你选择出适合自己现在需求的扩香工具。我是雪莉，你的芳疗生活家教，雪莉的芳疗比一比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